人到中年，仿佛一夜之间，生活的重担突然压得喘不过气。记得那天早晨照镜子，我愣住了，眼角的皱纹什么时候悄然爬上来的？两鬓的白发又是从何时开始增多的？这个年纪像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让人透不过气。每天早上醒来，腰酸背痛已成了最忠实的闹钟。夜深人静时，辗转反侧成了常态，脑子里盘旋的都是房贷、孩子教育、父母健康、职场竞争。你是否也常常感到力不从心？是否也在深夜里问自己，这样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？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崩溃的夜晚，在办公室加班到凌晨，打开手机发现孩子发来的信息：爸爸，今天我在学校运动会上得了第1名，可惜你没能来看的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。生活仿佛是一列失控的列车，载着我们疾驰在看不到尽头的隧道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小区楼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跑步。清晨的阳光下，他满头大汗，却面带微笑。那种从容与平静，深深触动了我。第二天，我穿上许久未穿的运动鞋，迈出了第一步。最初的2公里简直是煎熬，气喘吁吁，双腿发软，感觉随时都可能倒下。但就在那种极限中，我反而找到了久违的专注的那一刻，脑子里只剩下呼吸和脚步声。慢慢的，我爱上了这种感觉。跑步时，所有的烦恼都会随着汗水流走，工作压力、生活重担在一步步的节奏中变得轻盈。那种全身细胞被唤醒的感觉，让我重新找回了生命的律动。最神奇的是，当我开始跑步后，失眠少了，情绪稳定了，工作效率反而提高了，甚至连看待人生的角度都发生了改变。原来，中年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跑线。著名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说过，运动是抗击抑郁最有效的良药，这话一点不假。在跑步中，我们不仅锻炼了身体，更重要的是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掌控感。中年不该是认命的年纪，当我们迈开双腿，就是在重新为自己而活。汗水里正在淬炼出一个更强大的自己。1. 跑步唤醒健康。央视主持人李子萌曾在一则视频中分享自己的跑步心得。他说，我步入40岁以后，开始坚持跑步，每周3-4天，每次5至6公里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受益良多。其实在开始跑步之前，李子萌的体能也是很差的。为了健康，他开始每天晨跑，一跑就是好几年。适应了这种生活节奏后，即便工作再忙，他大概每周也会坚持3-4天的5公里跑。保持着这样的运动频率，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。如今的他已经47岁了，可站在镜头前依旧是精神饱满，状态极佳。作家周岭说过这样一句话，时常运动的人，体内生态系统犹如一汪清泉，而久坐不动的人，体内生态系统则更像是一潭死水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想让你日渐衰老的身体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，那就去运动，去跑步。照片中的这个中年男人叫 Sharipian， 因为身材好，长相又酷似著名演员杰森·斯坦森，他经常被各类选秀节目邀请担任模特。但你一定看不出，在44岁之前，他胖得跟现在完全是2个人。肥胖的同时，他还逐渐秃顶，身体状况也变得非常差。他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了，于是开始每天跑步，有时间也去撸铁健身。这样坚持了1年，他的大肚腩消失了，身体状况也得到了明显改善，整个人也越发自信乐观。卡罗莱纳大学曾有个研究结论显示，每周5天，每天15分钟慢跑者的健康状况，比久坐不动的人生病的概率减少1半。生活中许许多多的案例都在证明，长期跑步
可以有效地提高心肺功能，让身体机能更加高效地运转。一旦身体动起来，人体免疫力也会跟着增强。久而久之，你的身体就会形成一个天然屏障，免疫疾病伤害的同时，还能让你看起来更有精气神。所以说，管理健康就是管理人生，当你开始爱上跑步，健康也会爱上你。2. 跑步释放情绪。精神病学家约翰 ·H· 格雷斯特做过一次医学实验，他随机选择了28位轻、中度忧郁症病人，并将他们分成3组，一组进行慢跑锻炼，一组进行短期精神疗法，一组进行不限时间的精神疗法。结果1周内，大多数慢跑病人开始感到好转。3星期后，前2组的人全都说差不多好了，而最后一组进行长期精神疗法的人，病情则无明显变化。格雷斯特由此得出结论：跑步在消除轻度忧郁症方面，不仅可与短期精神疗法媲美，而且比不限时间的长期精神疗法更有效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跑步是一个释放情绪的快速通道。随着汗水的挥洒，人身体会产生多巴胺和内啡肽，使人变得心情愉悦。所以往往一圈跑下来，哪怕你有再多烦恼，也会烟消云散。作家曹林曾在《奥森日记》一书中记录了自己跑步重塑心态的全过程。他在40多岁时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那段时间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，工作也做得一塌糊涂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开始尝试跑步。一开始他跑400米就气喘吁吁，一段时间后他能坚持跑完1000米。不断的奔跑让他的精神不再低迷，慢慢的他的抑郁症竟奇迹般的好了。后来在书中回顾那段经历时，他说，原来对未来那种无望无助的情绪改变了，心里的大石头没有了，变得平和清爽多了。想起网上流传的一句话，跑步的多巴胺仅次于谈恋爱，3公里专治各种不爽，5公里专治各种内伤，10公里跑完内心全是坦荡和善良。奔跑的过程也是情绪自救的过程。当你迎着微风向前跑时，那些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烦恼、不快都会被你抛诸脑后。就像有句话说的，生活原本沉闷，但跑起来就会有风。等负面情绪全部释放完后，你便能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，精力饱满地迎接人生的下半程。3. 跑步拯救灵魂。坚持跑步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变化？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英国著名作家米切尔中年后有段时间活得特别迷茫，为了找寻生活的答案，他开始了漫无目的的小跑。一天他跑着跑着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村庄，在这个村庄里，他看到了满是绿意的世界，闻到了树木的清香，感受到了脚底落叶的松软，听到了鸟的清脆鸣叫。在那一刻，一种奇妙的感觉涌入他的心间，他瞬间觉得所有思绪变得澄明，生命里的一切都鲜活了起来。之后的日子，他几乎每天都要跑来这里看一看。日复一日，他的精神变得日渐丰盈，再也不会对人生产生迷茫之感。张朝阳也有过类似的经历，他如今60岁，跑步40年不辍。每天早上，他都会起来跑5公里左右。为什么他能坚持如此？张朝阳说，跑步对我来说就像一种禅修，无论各种各样的妄念袭来，我还是只关注我的脚下，我的呼吸，像行禅一样。在跑步的过程中，他不必再焦虑尘世中的种种，
他的世界里剩下的只有脚下的步伐和呼吸的节奏。在这两种节奏中，他达到了一种灵魂的净化，身心的圆融。这种感受大概就像作家阿罗尔所说的，在奔跑的路上，没有人和你说话，你却在交流。风穿过你的身边，且听它低吟，再听脚下沙沙作响，看天空宽广湛蓝，也许困惑你很久的难题都在不经意间得到释然。跑步是一个治愈的过程，一次运动就是一次救赎。如果生活让你疲惫，那你不妨试着行动起来。跑着跑着，你的大脑会变得清晰，心中的一切杂念也会往后退。等到达终点时，你会进入到一种神奇的心流状态。这种心流会排空你身体所有的负能量，让你内心越变越从容，灵魂越来越丰盈。英国利兹都市大学曾做过一项研究，把200多名上班族分为两组，一组在午餐后锻炼30分钟到1小时，一组则什么都不做。每天下午，研究人员都会观察这两组人员的工作状态。结果发现，那些午餐后无所事事的员工常常会感到心烦意乱，一点小事就能让他们胡思乱想半天。而那些锻炼后的员工则做事有条不紊，更有干劲，抗压力也更强。医学博士约翰·瑞迪进一步研究发现，运动可以通过刺激脑干、调节神经递质的方式让人变得积极乐观。他将观察写进了自己的书里，新书发行后迅速引爆亚马逊书榜，再版超过16次，风靡全球。这本书就是《运动改造大脑》。书里，瑞迪通过丰富的案例揭示了运动和大脑之间的联系。他认为，一个人受到的压力越大，越需要运动，保持大脑的顺利运行。如今，人们生活节奏快，多少都有感到焦灼、疲惫的时刻。如果你也深陷负面情绪的泥淖，不妨看看这本《运动改造大脑》。只要动起来，就能减轻你99%的内耗。1. 动起来能缓解焦虑。村上春树曾形容自己跑步后的状态：我终于坐在了地面上，用毛巾擦汗，尽兴地喝水。解开跑鞋的鞋带，体内那仿佛绳结缠绕的东西正在一点点解开。身处纷扰世间，人们难免被琐事缠身，而运动则是舒缓心绪的速效药。思绪纷乱时，运动出一身汗，心中的焦虑、烦躁也会跟着被蒸发殆尽。运动改造大脑中，艾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艾伦是一家公司的经理，他却时常感到心神不宁。参加饭局时，他总是心慌意乱，害怕自己出糗。管理下属时，他又会踌躇不定，担心布置的任务会给大家带来困扰。再加上工作繁忙，时常要处理各种棘手的难题，艾伦常常感到压力爆棚。他找到瑞迪博士倾诉苦恼，瑞迪建议他不妨做一做喜欢的运动，缓解压力。于是艾伦开始每天做暴汗有氧操。坚持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发现自己很少再有乱七八糟的杂念，处理工作时也变得自信从容，不再患得患失。对此，瑞迪分析道，运动会促使大脑分泌血清素、多巴胺等多种激素，让人产生愉悦感，同时还能触发人体释放抗焦虑的神经递质，阻断大脑的焦虑反馈循环。想缓解焦虑，运动无疑是副作用最小也最符合人体规律的方法。高速发展的社会里，很多人被动卷入生活的潮流，不是被 KPI 考评赶着走，就是被家里各种突发状况搞得精疲力竭。如果你觉得负面情绪积压到了极点，不妨通过运动缓一缓紧绷的心弦。下班后跑跑步，让疲惫的身心恢复久违的活力。周末去打打球，让所有不如意随汗水蒸发殆尽。当你运动到全身发热，通体舒畅，心中的一切烦躁也将被洗濯干净。2. 动起来能治愈身心。书里作者提到过一位叫派尔斯的病人，
父亲和岳父相继去世后，派尔斯悲痛欲绝，终日以泪洗面。没多久，他就感到胸部绞痛，呼吸困难。检查发现，派尔斯患上了结节病，肺部布满了絮状阴影，这预示着病变会蔓延全身，最后致人死亡。得知病情后，派尔斯的心就像坠入冰窟，凉透了。他绝望地把自己关在家里，等待死神的降临。可一段时间过后，病情没有任何加重的迹象。百无聊赖的派尔斯打算做些什么，打发内心的空虚。派尔斯曾经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，工作以后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。那天，派尔斯灵光一闪，对自己说：既然生死掌控不了，至少运动还是我能控制的。派尔斯下定决心，通过每天跑步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。最初，他只能跑很短一段路程，但每次跑过终点线，感到心脏强有力的跳动时，他就会自我安慰：我今天大概不会死了。渐渐的，派尔斯把跑程增加到了800米、4800米，最后是12000米。每突破一次极限，派尔斯都会感到血脉奋张，畅快淋漓。一段时间后，派尔斯去医院做复检时，发现肺部的阴影消失了很多。5年以后，他的病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。回顾这次非同寻常的经历，派尔斯感慨：是运动拯救了我的生命。面对疾病的重拳、意外的突袭，每个人都会手足无措，而运动则会激活身体的能量，让我们更有底气对抗困境和无常。卡罗莱纳大学曾在研究中发现，每周慢跑5天的人，患病率比那些从不运动的人少了整整1半。再好的保健品也比不上运动能够强身健体。行走世间，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预知命运的风雨，但依然可以通过运动养好筋骨，为自己增加一些底气。保持锻炼的习惯，增强体魄，提升心力。生活越难，越要把自己从泥潭中打捞出来，远离颓丧和低迷。当你在运动中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，很多痛苦也会随之烟消云散。3. 动起来能重塑生活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明明想要减肥，但总是坚持不了几天，就因为各种理由放弃。计划不再熬夜，但一拿起手机就会不由自主玩到凌晨2、3点。说好要理性消费，但压力一大，还是忍不住疯狂买。糟糕的习惯一旦沾染上，就很容易上瘾。即便你痛下决心要戒除，也难保一段时间后不会受惯性驱使，再次沉沦其中。瑞迪博士说，想要戒瘾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，因为动起来可以让大脑重新建立另一个反射通路，转移对上瘾行为的注意力。长此以往，我们便能从根源上摆脱不良的嗜好。书里，作者讲述了来访者苏珊的故事。曾经，苏珊长期酗酒，每天中午都忍不住喝一大瓶。喝酒让她变得肥胖，自控力也越来越差。为了戒掉酒瘾，苏珊找到作者，希望能得到帮助。作者建议她，每当想伸手拿酒时，就去做一些喜欢的运动，分散注意力。比如，苏珊最爱的运动是跳绳。那么，她可以把跳绳放在家里伸手可及的地方，每当想喝酒时就跳个几分钟。苏珊听从了作者的建议，她惊喜地发现，坚持跳绳后，自己对酒精的依赖逐渐消失了。几个月后，苏珊成功摆脱了酒瘾，养成了每天跳绳的习惯。是运动重塑了她的生活方式，让她找到了对自己的掌控感。TED 演讲里有一段经典发言：上瘾的对立面不是清醒克制，而是连接内心。运动能加速血液循环，让能量在五脏六腑间流动起来。相比起强制戒断的痛苦，这显然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愉悦和满足。如果你想克服上瘾，不妨通过运动重塑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找一些喜欢的健身项目，转移对成瘾行为的注意力。坚持每天动起来，你流的每一滴汗，做的每次拉伸，都将帮助你对抗惯性，重启人生。4. 动起来就是化解内耗的解药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：熬一次夜，赖一天床，虽然当时觉得爽，事后却懊悔自控力差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跑一次步，打一场球，虽然当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事后却觉得心通体畅，神清气爽。运动是个慢性起效的过程，也是重启身心的最佳途径。就像作者在书中说的，你生来就是要运动的，从你的基因到你的情绪，从你的身体到你的头脑，无一不渴望过上活跃的生活。怎样开始运动并长期坚持下去呢？我从书中总结出了4点方法。1. 从行走开始，迈出运动第一步。作者研究发现，大约有1/2的人开始锻炼后会在半年到1年内放弃。原因在于他们一开始就进行高强度运动，结果生理和心理上都无法适应。作者建议，想养成运动习惯，可以从最简单的行走开始。比如上班爬楼时用走楼梯代替乘电梯，下班回家后绕着小区花园散散步。等身体逐渐调整过来，再提升锻炼强度。养成运动习惯需要循序渐进，而非一步到位。从相对简单的运动做起，你才会有信心从易到难，步步推进，成为运动的长期主义者。2. 找他人督促，激发运动积极性。书里有个有趣的观点，坚持运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其他人一起锻炼。这是因为社交活动会刺激大脑神经元，提高我们做事的积极性。所以运动的时候不妨找几个搭子同行，可以和朋友组队打球，切磋谁的球技更高；也可以和家人一起散步，创造彼此共同的回忆。有条件的还可以聘请一个私人教练，让他督促你不要懈怠。一群人的努力远胜过一个人的坚持。和志同道合的人结伴行，再枯燥的运动也会变得趣味横生。3. 交叉训练，提升运动效率。作者提到，人体内有一种被称为 HGH 的生长激素，能起到燃烧脂肪、抗衰老的作用。大部分人步入中年后， HGH 的数量只有儿童时期的1/10。想要促进 HGH 分泌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将高低强度的运动交替起来进行。比如做完瑜伽后在跑步机上快跑几分钟，或者在徒步登山后散步放松1小时。学会张弛有度，合理安排运动的类型，你将激活身心的元气，拥有旺盛的生命力。4. 达到有效强度，享受运动心流。有研究发现，最高效的锻炼方式是以最大强度的70%至85%坚持运动半小时以上。这个过程中，大脑会迅速产生多巴胺受体，建立起新的神经通路，让人进入心流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。运动从来不是简单动动胳膊、动动腿就能达到效果的，只有时长和强度都达标，它才能起到强健身心的目的。如果你觉得锻炼过程枯燥难耐，试着咬牙再撑一会。当你开始享受沉浸式运动的过程，意味着大脑正在被调动起来，你也将在大汗淋漓中感受到无穷的生命力。书里瑞迪说，一旦你了解运动如何改善大脑后，你就会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把它当成被迫要做的事。明白这一点，你就将通往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。随着年岁渐长，多数人的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，会面临工作家庭的压力和各种意外突袭。如果有一件事能让人快速摆脱焦虑和颓丧，那一定是运动。当你累了乏了，不妨动起来，让汗水荡涤心里的一切负能量。学会享受运动的心流，你将摆脱生活中的不如意，为精神注入源源不绝的活力。村上春树说，
或许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暴力、疾病、肥胖、抑郁和贪婪，都是从我们停止奔跑的那一刻开始的。与之相反的，所有的美好、温和、健康、好体态、快乐和满足，都会从跑步中获得。所以如果你已陷入了中年危机，身材发胖走形，有了油腻感；如果你的健康已经亮起红灯，各种毛病不断；如果你觉得状态很差，生活过得一团糟，那就去跑步吧。当你奔跑在清晨的街头，在湖边，在公园，你会发现你的健康和快乐都能从奔跑中获得，美好的人生也会和你撞个满怀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